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禅悟。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一个人到退休的时候，会有人欢送，甚至举行欢送会。也有人在退休之后，还被老同事频繁联系，希望得到一些经验。一些年轻的同事为了更好的工作，提着礼物到刚刚退休的人员家拜访请教。现实和想象却区别很大的，若是生活在想象中，那肯定是要失望的。多数的退休人员都是悄无声息地走开，连和同事告别都显得多余。容身多年的职场没有太多的人情味，不值得留恋。有人说职场上没有朋友，这话不一定对，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对的。职场上遇到朋友的概率真的很小，毕竟大家都是利益之交。应酬的时候可以称兄道弟，论资排辈，但是放下酒杯还是要勾心斗角。最可怕的是树倒猢狲散。三国时的孔融因为几岁就懂得让梨而出名，后来投靠曹操，做了北海乡等职。他还是建安七子之一，和祢衡是忘年交。可是孔融被曹操处死的时候，没有人敢去收尸。京兆人之袭和孔融有一定的交情，想办法安葬孔融。毫无疑问，大家都怕和孔融扯上关系，得罪权贵曹操，引发灾祸。还有隋朝末年的瓦岗军首领李密，投靠唐朝李渊后又反叛，最终被李渊剿灭。李密过世后，原有的部下都不闻不问，毕竟此刻是李渊的天下了，哪一方的利益更多都清楚。唯有大臣李绩念及旧情，上书李渊，要求安葬李密，并为其披麻戴孝。人有一个不好的本性，趋炎附势。人到了职场，其根本是为了得到利益，也一直在想投靠对自己更有帮助的上司，到更有价值的圈子中去。当一个人失去了价值，或者被大家孤立时，那就意味着曾经的熟人都已经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。都说人走茶凉，事实上人未走，茶先凉。把利益看重，把人情看淡，这样的习惯也让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已经没有留恋的心思了。曾经在职场上也是因为身不由己才和大家交往，既然到了退休，那就不要忍受了，该活成真实的自己了，舍去无数不多的人情味是首先。悄无声息地离开职场是一种高贵的人品，不给谁添麻烦。退休的那一天，还请大家吃吃喝喝，或者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。除非是大人物，对社会举足轻重。若是一般的工作人员，还是算了吧。人要有主动离开、轻轻离开的自觉。退休了，不麻烦谁，也不要谁来麻烦自己，简单就是贵气。北宋宰相王安石主张了轰轰烈烈的变法，后来他迫于守旧派的压力，辞官隐居到江宁。离开京城的时候，他坚持轻车简从。明代作家冯梦龙在《警世通言》里写了王安石退隐时的场景。王安石的夫人收拾行李，把大部分的钱捐给了寺院。启程的那一天，有官员来送行，王安石拒绝相见，然后安排一条民用船由黄河溯流而下。在半路上，他叮嘱奴仆将居，凡一路码头歇船之处，有问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职，汝等但言过往游客，切莫对他说实话，恐惊动所在官府，骚扰居民不便。学者朱熹对王安石的人品给予充分肯定，以文章节行高一事，而有以道德经济为己任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其实职场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片伤心之地。他能高瞻远瞩，但是守旧派不允许他这样做，
他的变法也受到猜忌，被打压，一片担心去，却带着寒心回家。事实上，不管是谁，在退休的时候都是有失落感的。既然自己很失落，也看淡了人际关系，还不想被人看笑话，那就安静地离开。回家的时候也会更加从容。退居二线多年，早已被大家遗忘，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很多单位在员工50多岁的时候会安排退居二线，也就是把主要的位置让出来给年轻人，老员工也就靠边站敲边鼓，工作的内容不再那么重要了。若连续多年都在二线，工作的内容也是无关紧要的，那么很快就会被边缘化。长期被边缘化的人，在单位上往往是可有可无的，一些重要活动不会参与，主要责任不会承担。还在上班，就可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。到了快要退休的那几个月，可能是人影都不见了。办好退休手续，然后也不要去办公室拿什么东西，安静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也有一些打工人在50多岁的时候，能够有一个单位收留自己就不错了。单位也只是把老员工安排到扫地、门卫、厨房等岗位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。本来就没有存在感的人，退休了也如一粒尘埃，悄然飞走一样。退休是一个人往后退，去职场之外的地方。职场里的热闹就不要贪图了。若是有同事组织送别宴会，能推脱就推脱，如不能推脱，最好是自己买单，别欠一份人情。一些客套的话也不要相信那么多，大家都只是表面客套而已。对于返聘，非必要不要去答应，不要争取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消失沙滩上。往后余生，能够好好爱家庭，更加珍惜老伴，去带娃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留恋过去的一切，退休了，有人越发热闹，老同学老同事都聚一聚，也要去亲戚朋友家走一走。还可以结交新的朋友，形成新的圈子，跳广场舞、打麻将都行。可是一样米养百样人，总有一些退休老人，他们活成了独行侠，和亲戚朋友联系越来越少，要不是碍于血脉关系，恐怕亲戚家的喜宴也懒得参与了。若你也喜欢独行，那么说明了以下几种情况，不亦乐乎。曾经不得不对外人笑，现在回归了自己的本色。东晋的陶渊明几度为官，他做彭泽令的时候，上司来视察工作，不得不去半路迎接，还穿戴整齐。忽然那一天他就非常难受，为什么要迎来送往？索性挂印辞官。诗曰：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回老家种地去，再也不阿谀奉承，也懒得应酬，看脸色，穷一点，但是快乐更多。明代的画家文家多次科考都没有起色，后来以贡生的身份被举荐为训导、学政等职位，相当于一个高级老师。调任到乌城工作的时候，文家勤勤恳恳，但被县令刁难。万历元年，他收到消息，兄弟文鹏过世了，悲痛不已，并马上告假，要回吴中老家奔丧。县令不批假，找了一系列的理由。过了好几天，文家还在等待批假之中，于是挥笔写下盖冷官散职，理固怡然。索性丢了官职，回家发展去。文家这样行动，立马就开心了。是的，人在职场多少有一些权势，因而有亲戚来巴结，也有推杯换盏的朋友，看来不错，但多数是利益之交。当然，我们也为了利益，不得不接洽更多的亲戚朋友，也许以后会用得上，也许在某处合作，就需要一个熟人引路。把自己的个性收好，带着笑容去待客，
带着礼物去拜访人，还常常在上司的办公室里听从教导，哪怕是上司说错了，也不要反驳，还微微点头。到了退休，你如释重负，终于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了，这还索要什么人脉呢？所有常联系的亲戚朋友，终究变成了不打扰、不联系。冲着利益来的人都还给了利益，你开始回归本真，不再戴着面具去看社交。骨子里喜欢独处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大街小巷跳广场舞的人很多，一大群人听着巨大的音乐摇来摇去。也有麻将馆，似乎总是人满为患的样子。就是爬行这样的事情，在公园里也会常常看到。一个人爬很奇怪，一群人爬就合情合理了。暴走的群体也不少，走过小路走马路，穿过马路转大街。可是在不起眼的地方，也有享受孤独的老人，他们不仅不合群，连发朋友圈都显得多余。似乎是从退休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消失在大家的视野范围。骨子里孤独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作家马德说，别人成了自己沉重的彼岸。我就是我，不是别人的影子，也不要在别人的影子里。不需要求和，不怕得罪谁。更直白一些，你我从未有交集，那就不存在得罪的事情，也没有矛盾，人生的疲惫感就没有了。合群的事情从未开始，那需要结束。退休后一次次守住自己的孤独，因此一次次拒绝与人交往。有亲戚请参加宴席，你给了红包，但是不去吃饭。有老朋友组建了饭局，你拒绝了，理由随便找。时间长了，亲戚朋友都知道，反正你不会来，那就不要请。社交都是这样，一次次拒绝别人，别人也不笨，自然识趣，然后默默离开。当谁都不打扰你的时候，正合你的意思，那也就开始享受晚年了。一个人孤芳自赏，一个人钓鱼，一个人唱歌，一个人看手机，一个人走路老半天都没有接一个电话，一条消息也不和谁打招呼，真的很开心。有一个像样的家庭，不需要外人参与。不联系亲戚朋友，不等于生活中就真的孤独终老。独行的人也有自己的热闹，只是不会把热闹展示给人看，不需要外人参与。退休了，去儿女所在的城市带娃过小日子，因此和过去的圈子就来了一次彻底的告别。距离把关系撇清了，不说也都知道，总不能为了所谓的饭局坐着火车来回折腾。退休了，守住老伴，牵手去看风景。一路上遇到很多陌生人，也会聊几句，但不会成为朋友，只是互相关照而已，出于善意和礼貌。看过了南方，去了北方，不同的风景里有不同的人，大家的交叉点是很小的，不存在什么感情纠缠，遇见是自然，分开是必然。退休了，把家庭整理一番，过暖和一点，多研究美食。为此也去菜市场，但是人与人的交往是简简单单的买卖关系，不存在欠人情。什么都按规矩来，你赚你的钱，我过我的日子，心照不宣。一个像样的家庭，一日三餐的烟火，一家人彼此关爱，那就是老年的大部分。很喜欢一句话，与其要别人看好，不如自己活得好看。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了，何必还活在人家的世界里呢？就算走在人群里，也不必去认识很多的人，没必要，也记不住。每个人都希望被很多人关注，但是后来你发现最值得关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，夫妻、孩子、兄弟姐妹、父母，可遇不可求的知己。你总是在圈子里寻找快乐，
却不知不觉被圈子困住，如无形的牢笼一般。这一生，拥抱别人是无常。